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湖南省警方公告，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王一博钥匙扣不安全事件结论。王一博高空惊魂，威亚失控悬挂半空，观众直呼太吓人。王一博湖南卫视跨年表演威亚安全扣松脱，引发安全担忧。娱乐圈高空表演频发事故，呼吁重视艺人安全，减少高风险操作，保障艺人生命安全。跨年夜，湖南卫视的舞台像平静的湖面，突然被人扔下一颗巨石。王一博的威亚安全扣在表演中松脱的瞬间，观众的心跟着一起往下掉。那一刻，屏幕前的我甚至听见自己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，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：完了，他不会就这么掉下来吧？要说这事儿也有点离谱。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王耀欧表示，事后团队声明说安全措施到位，但几十米高空那个扣子一松，连舞台上的灯光似乎都瞬间失了色，现场的惊呼，屏幕前的弹幕，一时间都炸开了锅。有人骂舞台设计不要命，有人心疼艺人拼到这种地步，还有人冷嘲热讽，这是不是在作秀？而我只能盯着他悬在半空的身影，默默祈祷他能平安落地。讲真，这一幕并不是孤立。还记得几年前刘德华演唱会升降台事故吗？那次他从高处摔下，狼狈中带着惊险，虽然人没大事，但观众的心下成了饺子馅儿。这些年，舞台上的高空秀几乎成了大型晚会的标配，而这种追求视觉震撼的背后，总有一些不太震撼的疏漏埋在里面。王一博这次事故，别说是团队安全技术人员和警察，连网友都在拆解原因：设备问题、技术人员不专业，还是时间太紧导致的失误？这些问题似乎每次事故之后都会被提起，但答案总是含糊其辞。说白了，华丽的舞台效果和艺人安全之间，仿佛有一道隐形的拉锯线。制作方要的是视觉冲击，艺人要的是敬业表现，而安全保障只能靠运气。其实，艺人安全这个话题从来不缺热度，可每次大家喊完重视安全，转头又会被新一轮的高空惊魂刷屏。比如几个月前某综艺，某二线演员吊着威亚失控摔下来，节目组声明依旧是技术问题，但我们的保卫小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，案件已经查清，案卷已送交检察院起诉涉案人员。一句问题，似乎就能搪塞过去，但谁都清楚，所谓的技术问题，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对安全的轻描淡写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民众的反应。有人在弹幕里刷，这么高空的动作根本没必要。也有人冷不丁跳出来，艺人不就是用命拼出位吗？还有人阴阳怪气的感慨，这波就是教科书式的作秀翻车。人类的嘴真的可以比刀还锋利。可问题是，这些看似犀利的吐槽，真能解决什么问题吗？实际上，这次事故不仅仅是一次高空失误，更是对整个娱乐行业的警示。我们真的需要艺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满足观众的期待吗？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说，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每年都想搞点不一样的花样，但创新的代价真的值得让人命来买单。其实，不光是晚会，
整个娱乐圈对艺人的极限操作需求早已不是新闻。从高空威亚到水下拍摄，再到各种高难度舞台表演，艺人们用完命在给观众制造感官刺激。可当我们习惯了这些刺激之后，又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努力与风险？这次的事，可能有人会说，王一博平安无事就好，但我们不能总指望每次意外都能有一个幸运的结果。艺人不是钢铁侠，他们的工作是表演，而不是拿命赌效果。就连省委书记也强调，如果这次掉下来的不是王一博，而是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艺人，舆论还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吗？可能真不会。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说，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。娱乐圈的焦点永远是那些站在顶端的明星，而那些小艺人、替身演员，甚至舞台幕后工作人员呢？当他们遇到危险时，谁来关注他们？有人说，观众的需求逼着制作方卷起来，制作方又逼着艺人拼下去。可这种无止境的内卷，真的能换来更好的作品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再多的炫酷效果，也比不上艺人平安完成一场表演来的重要。而这种重要性，不该在一场又一场的事故后才被记起。这场事故之后，湖南卫视迅速发表声明，感谢大家对王一博的关心。听起来很官方，但除了感谢，我们更希望看到具体的改进措施，比如更严格的安全审查，更完善的设备检测。毕竟，观众想看的是他们最精彩的表演，而不是险象环生的意外。最后再说一句，娱乐本该是让人放松、让人快乐的。如果一场表演需要拿艺人的生命去换取效果，那无论多华丽的舞台都不值一提。希望这次的事能让整个行业警醒，而不是下一次悲剧的前奏。等到下一场晚会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少一点高空炫技，多一点对艺人的关怀？或者说，在这个视觉至上的时代，我们是不是该问问自己，看得爽，真的比活得好更重要吗？我这么说可能很多人不喜欢，但说到涉及王一博和所有艺人生命的危险错误，责任就在跨年晚会节目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技术上。湖南卫视领导就是涉案人员，如果安全保障工作做得不好，警方将要求湖南省文化厅暂停明年所有跨年节目，案件卷宗将尽快移送检察机关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